罗夫尼克到了，Welcome to 布拉布布。开了3个小时的车，总算到达这次旅行的终点站杜布罗夫尼克。但是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太早还车了。这是我们在杜布罗夫尼克居住的 Airbnb， 然后一进门就是浴室，这边是客厅、厨房。房东说杜布罗夫尼克的水质很干净，叫我们就可以不用出去买水了。这边是房间 ，OK， 房间就是床，外面就是城墙啦。放下行李，片刻不能停，马上就来参观号称亚得里亚海之明珠、斯拉夫的雅典之称的杜布罗夫尼克。你看我带你来哪里？这个景点罗维尼耶纳克要塞是我最爱的地方。沿着城墙边的步道绕着走一圈，近距离的观赏亚得里亚海海浪拍打的景观。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吧。我想仔细的、好好的把所有的美景放在我的心上。Yam da dum da dee yam dum da dee dee do yam da dum da dee yam da dee dee do yam dum da dum da dee yam da dee do yam dum da dum da yam da dee do yam da dum da dee yam da dee yam da dee dum yam da da di do yum dum da ya di dum dum da dum da ya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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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yum dum da ya di dum dum da dum da ya di da di do da yum da da ya di do do da yum da ya di di do。今天的行程是上午登上杜布罗夫尼克城墙漫步，下午再参加权力游戏的主题导览。这座小喷泉有700多年的历史了，是由意大利米兰的一位设计家所建造。杜布罗夫尼克的城市卡现在都是进化成电子票，没有纸本了。我们购买了3日券，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景点，例如城墙，
只能够去一次，不管你是买几日券，你就只能去一次。另外，城市卡也包含的室内巴士的搭乘，但是因为我们就住在城墙外，走路就到，所以我们买了3日的城市券，实在是很浪费。不过这无敌美景就值得一切了。明确塔守望塔是全城最高的堡垒。找龙的地方，这上面就会有。杜布罗夫尼克的城墙高低起伏将近2公里，城墙内红瓦屋舍的旧城区，城墙外蔚蓝的亚得里亚海，每处景点都让我惊讶赞叹。就这样边走边拍了3个小时，还没有看完。在旧城区的城墙上，这个小小的许愿石是最受欢迎的地方。据说只要站在上面15秒就可以达成心愿。你不要跌下。权力游戏的导览活动是在下午5点开始，导览时间约2个小时。幽默风趣的导览员会展示场景的图片，让大家将拍摄地和场景联想起来。其实这些场景涵盖了城市大部分的主要景点，而且费用也不贵。推荐大家要来参加这个权力游戏的主题导览。黄昏时的夕阳余晖照射在教堂的屋顶上，让我看得如痴如醉。这么美丽的夜晚，我们就用美食来做个 ending 吧。
今天是留在杜布罗夫尼克最后一天了，如此美景，我怎舍得离去？起个大早，准备再来爬城墙，结果才发现城墙只能够入园一次。在登完权力游戏有名的赎罪之路的楼梯上后，你会发现一座充满了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在教堂的后方随意乱走，又发现了这个近距离欣赏亚得里亚海的小海湾。接近中午时分，我们决定乘坐缆车，将杜布罗夫尼克古城的风光尽收眼底。下山后，我们发现了这间意大利的柴烧窑烤手工披萨店。想到要离开杜布罗夫尼克了，总是依依不舍。谢谢大家支持小气 Carol 冒险王的频道。接下来我还会和大家分享我这趟32天的欧洲4国旅行，更多好吃好玩还有有趣的景点分享给大家。另外还有克罗埃西亚的短影片也很好看哦，请大家按赞、点阅和分享，才不会错过我新发的影片哦。这次我们住在布达佩斯4个晚上住宿的阳台，一打开阳台就会有可怕的雕塑看着你。